时隔100年，孙悟空再次遇到了那个曾经镇压自己的如来佛祖。如来老儿，你可知俺老孙等这一天等了有多久了吗？昔日你想要用六耳猕猴完全取代于我，今日我们新仇旧怨便一发了结吧！我必定要你佛门付出代价，弥勒今日必须死！此时如来的声音如同平地惊雷一般炸响在所有人的耳边。孙悟空，你放肆！随后一只巨大的手掌向金箍棒抓去。孙悟空见状大喊一声：混沌钟！一只玄黄大钟顿时出现在天空中，五色毫光照耀诸天，混沌圣威震慑寰宇。如来巨大的手掌与混沌钟相撞，混沌钟顿时钟声浩荡，宇宙惶惶，天地失色，乾坤动摇，混沌至宝之威显露无遗。孙悟空见如来被混沌钟拦住，用尽全力的向弥勒砸下，轰的一声，金箍棒落下，烟尘四起。灵山之外忽然间下起了一场血雨。燃灯怔怔地看着孙悟空所在之地，不可思议地说道：弥勒就这样死了。烟尘散去，孙悟空也收起了法相天地，手持金箍棒站在那里，而天地间也不见了弥勒的身影。佛门术三世佛中的未来佛，灵山未来的掌门人弥勒佛祖就这样死在了孙悟空棒下。这时如来的身形也出现在灵山之外，他试图去寻找弥勒的残魂，但他没有找到。弥勒被悟空打得魂飞魄散，生死道消了。如来死死地盯着孙悟空，但是他并没有出手。如来阴沉地说道：孙悟空，你违背了元始天尊的禁令。如来知道以元始天尊的性子，违背他的禁令自然是不会有好下场的。孙悟空作为第一个打破这个禁令的存在，肯定会被元始天尊杀鸡儆猴。况且元始天尊本来就不喜孙悟空这样的披毛戴角之辈。孙悟空落在元始天尊手里，哪怕是圣人红云也保不住他。而且现在弥勒已经死了，自己就算杀了孙悟空，灵山也不会得到什么好处，只会得罪正人红云。不如让孙悟空死在元始天尊手里，到时候让红云与元始天尊二者相争，佛门还有可能渔翁得利。这时的孙悟空显然还没有意识到如来的歹毒心思，浑身是血的他抬头看着如来说道：违背禁令又如何？你如来若是想出手杀我，不必找如此蹩脚的理由，尽管动手就是，俺老孙必定奉陪。孙悟空此时虽然嘴硬，但他知道现在的他根本没有与如来一战的实力。且不说遭受了燃灯的全力一击，24颗定海珠打出来的伤口现在还在流血，就刚才他与弥勒的大战都已经消耗的差不多了，他现在根本无法对抗全胜的如来。但他不知道如来并没有杀他的心思。如来转头向燃灯说道：你去天庭兜率宫去请元始天尊来此，我教准提圣人也在兜率宫与元始天尊论道，也一并请来处理此事。燃灯领命之后就向天庭飞去。此时的天庭凌霄宝殿，玉帝本来还很有兴致的用昊天镜看戏，可是当他看到孙悟空打死定光欢喜佛的时候，他脸上的笑意就已经消失了，心想孙悟空这是违背了元始天尊的禁令啊。可是孙悟空后面的一系列操作直接给玉帝整懵逼了，这猴子竟然有混沌钟，他从哪得来的？而且他还杀了弥勒，要知道弥勒在佛门的地位相当于四御在天庭的地位啊，孙悟空就这么杀了。玉帝此时也坐不住了，收起昊天镜就向西方飞去。而此时的兜率宫内，元始天尊与准提二人自然也知道了灵山外的事情。道友，此事你看如何处理？准提面色低沉地看着元始天尊说道：刚才他与元始天尊论道正在关键时期，无暇顾及灵山之外的事，待到他们二人论道结束，弥勒已经死在了孙悟空棒下。元始天尊此时一时面沉似水，他制定下3界之内准圣不得交手的规矩，100年以来无人敢违反。但是今天孙悟空不仅违反了，还杀了2个准圣，这不是打他脸吗？他自然不能留着落了自己面皮的人存在于3界。道友，你我二人一同走一遭吧。准提闻言也是说道：何该如此？灵山之外，孙悟空见如来既不出手对付自己，也不让自己走，心中已经有了猜测。孙悟空对混沌中传音说道：待会儿若是打起来，你就带着人种带上去灵台方寸山，将清欢和人种带交给一个叫菩提祖师的人，他会带你去北俱泸州妖族的。混沌中稚嫩的声音在孙悟空心中响起：你现在都是准圣巅峰了，加上我这个天下无敌的钟，杀出去不难吧？孙悟空闻言说道：待会儿出手的有可能是元始天尊。混沌中闻言顿时没了声息，过了许久，或许是混沌中良心发现，对着孙悟空弱弱的说道：其实以我的空间之力，咱俩逃走还是有几分可能的。孙悟空继续说道：准提应该也会出手。混沌中这回即刻说道：你放心，人种代理的是你的小道侣吧，我一定会将他毫发无伤的送到方寸山。显然哪怕是身具时间也空间之力的混沌中，也没有自信到在2位圣人手下带着孙悟空逃走的程度。其实就算是只有元始天尊一人，混沌中在其手下带着孙悟空逃走的可能性也是微乎其微。这时如来似乎察觉到了不对劲，笑道：大天尊既然来到我灵山之外，何不出来一见？玉帝的身形凭空出现在灵山之外，但他并没有看向如来，而是转头看着孙悟空，眼神复杂。其实他是不必来这里的，但是他还是来了。毕竟孙悟空在那处洞天内待了100年，他是在红军的教导下才突破准圣巅峰的。玉帝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老师教导出来之人就这样死在灵山之外。玉帝传音对孙悟空说道：其实不必这么冲动的。孙悟空苦笑一番，对着天空那边努努嘴。玉帝转头看去，只见祥云万里，清气横飞，一股强大的气势正在向这里接近。元始天尊与准提来了，孙悟空丝毫不惧，就算是圣人，终归也有个人字，大不了就是一战，战不过就死。在他孙悟空的生命中，不允许出现束手就擒这样的词。我孙悟空本来就是为战而生。元始天尊和准提来到灵山之外，在场众人尽皆参拜圣人，唯独孙悟空独自站在那里，冷冷地看着高高在上的元始天尊与准提。这时元始天尊冷哼一声，一股无形的威压向孙悟空压去。孙悟空只觉背上似有一座巍峨大山，要压得他跪倒在地。孙悟空闷哼一声，此时的他青筋暴起，只能将金箍棒拄在身前站立。他艰难地抬起头，双目通红地看着天空中的元始天尊。这就是圣人的实力吗？孙悟空已经意识到圣人的强大，
这是他第一次与圣人正面交锋，但他没想到元始天尊仅仅是散发出威压，已经将他逼到这个地步，披毛戴角之辈，不识天道教化，见到本座竟敢不跪。元始天尊的话从天空中传来，显然他对孙悟空现在的表现非常不满意。孙悟空咬牙说道：“不跪你就是不识天道教化，你算什么？”孙悟空的话没说完，身上的威压就更重了，直接压得他根本没有力气说话。这时孙悟空身上的威压越来越重，他的背也佝偻起来，双膝也在慢慢弯曲。孙悟空眼中迸发出无穷的不甘与暴躁，他孙悟空生来桀骜，哪能甘心就这样跪在元始天尊脚下？孙悟空双手抓着金箍棒，一身法力运转到极致，浑身气势瞬间爆发。这时的他站得笔直，但是有鲜血不断从他口中、眼中流出，想止都止不住。孙悟空现在看着异常狰狞，他抬头看着天空中的元始天尊喊道：“你算老几？”此话一出，不管是如来还是玉帝都惊了。自从元始天尊得道以来，似乎还没有人敢如此挑衅元始天尊。这时的元始天尊也是面沉如水，他的眼神死死地盯着孙悟空，像是看着一个死人一般。这时玉帝知道自己该出声了，若是再让这个猴子继续挑衅下去，3界内恐怕没人能在元始天尊手下救走他。天尊，玉帝的话还未说出口，元始天尊就转头盯着他说道：“难道你也跟着猴子一样，想问问我算老几？”玉帝顿时哑口无声，他知道元始天尊已经怒了，自己就算给孙悟空求情也没有多大作用，反而会让元始天尊记恨自己。现在的玉帝只能希望这猴子福大命大，能在元始天尊手下留下一条小命了。元始天尊转过头，厌恶地看着孙悟空说道：“你问我算老几？今日本座就告诉你本座算老几。”说着就向孙悟空挥出一道清气，孙悟空的琵琶骨顿时被贯穿，鲜血顿时喷涌，而孙悟空却是连还手之力都没有。这时的孙悟空心中非常焦急，他焦急的原因并不是元始天尊对他动手了，而是他收到混沌中的消息，混沌中好像被人盯上了，若是混沌中走不脱，那么清欢自然也就走不脱了。这是孙悟空设想中最坏的局面。当他对元始天尊问出那句“你算老几”之时，他就知道自己今天大概率活不下来。但是现在混沌中走不脱的话，不仅他得死，清欢甚至都有可能落在佛门手中，连混沌中最后可能也没有什么好下场。这时元始天尊再次向孙悟空挥出一道清气，割断了他的手筋与脚筋。孙悟空终于站不住了，他的手已经拿不住金箍棒了，金箍棒从他手中掉落，孙悟空的身体也向底下栽去。这时一道柔和的光辉将孙悟空的身体托起，没有让他趴在地上。元始，你欺人太甚！一道愤怒的女声从天边传来，转眼间那人已经来到孙悟空的身边，将孙悟空抱在怀中。玉帝、如来等人自是连忙参拜，口呼参见女娲娘娘。虽然女娲可能会与他们站立对立面，但是女娲是圣人，只要是圣人之下的见到圣人就得参拜。孙悟空躺在女娲怀中，抬头看着女娲，眼神异常干净。娘娘。孙悟空的话还没说完，口中就涌出大量的鲜血。女娲低头看着自己怀中的孙悟空说道：“孩子，没事，剩下的交给我。”元始天尊大声喝道：“女娲，你要包庇这个妖猴吗？”女娲抬头怒视着元始天尊说道：“元始，明明是佛门先惹悟空的，你为何不惩戒佛门，却对悟空下如此毒手？”元始天尊说道：“这妖猴不尊天道，不敬圣人，难道不该死吗？”女娲也不跟元始天尊废话，开口说道：“今天有我在这里，看你们谁再敢伤悟空。”这时元始天尊犹豫了，他在想，因为一个孙悟空得罪女娲值得吗？但是让他就这样放过孙悟空，他肯定不甘心。素来好面子的元始天尊不能容忍在3界中有挑衅自己的存在，现在的气氛有点僵硬下来。女娲要保孙悟空，元始天尊要杀孙悟空，反倒是刚才与孙悟空发生冲突的佛门现在置身事外，有意思。准提突然开口说道，众人向准提看去，发现准提刚才那句话好像不是对他们说的。这时准提挥出一道佛光向天空中打去，天空中瞬间显现出一个玄黄大钟。在场众人自然是知道孙悟空在刚才那场大战中使用过混沌钟，但是这混沌钟为何会突然出现在天空中呢？混沌钟飞到孙悟空身边，化作志同的模样。我的实力还没有完全恢复，不然我就能带着他逃走了。混沌钟说道。孙悟空闻言也没有怪他，反而转头对女娲说道：“娘娘，等你回妖族的时候就带着混沌钟一块回去，他是妖族的，等会儿我若是身死，千万别让他落在他人手中。”女娲闻言摸了摸孙悟空的头说道：“别担心，混沌钟还是你自己带着去妖族吧，今天有我在这里，没有人能动得了你。”这时准提对元始天尊传音说道：“道友，你我2人共同出手，你杀了孙悟空保全颜面，我去缠住女娲。”元始天尊诧异地看着准提，心道这货向来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现在出手一定别有用心。准提自然也看到了元始天尊的反应，开口说道：“混沌钟得归我。”显然准提这个不要脸的想杀人夺宝。元始天尊想了想，点了点头。正当他们2人要动手之时，一股圣人的气势从天边传来：“2位道友，过了吧。”菩提祖师的身形显现在女娲身边，他低头看了躺在女娲怀中的孙悟空一眼，察觉到孙悟空身上的伤势，瞬间暴怒：“元始天尊！”菩提祖师愤怒地喊道。这时的元始天尊知道事情不好办了，虽然自己一方现在有他和准提2位圣人，但是随着菩提祖师的到来，孙悟空一方现在也有女娲和菩提祖师2位圣人。准提见状也不再贪图混沌中，开口说道：“既然孙悟空已经受到应有的惩罚，今日之事就此作罢如何？”显然准提在打圆场，他知道如果再纠缠下去，自己不仅得不到混沌钟，而且还有可能被牵扯进去。但是向来高傲的元始天尊却不像准提这样没有立场，他抬头与菩提祖师对视：“你待如何？”元始天尊霸气地说道。他并不认为一个刚刚突破的圣人有与自己一战的实力。本就暴怒的菩提祖师闻言哪里还能忍得了，挥起拂尘就向元始天尊打去。元始天尊自然不会束手就擒，周身道门清气流转，抬手与菩提祖师打在一起。这里如来急忙回到灵山之内，开动灵山的护山大阵，不然灵山肯定会被2位圣人的战斗波及。玉帝等人也是飞身远离，毕竟圣人间
天交手的余波，可不是准圣层次的人能吃得消的。菩提祖师手持拂尘，大袖一挥，天地色变，斗转星移。元始天尊见状也不再隐藏，手上掐着道门法诀，一道玉清神雷就向菩提祖师劈下。菩提祖师神情凝重，但他并没有躲避，而是伸出手掌向那道神雷抓去。元始天尊见菩提祖师如此自大，竟然想徒手对抗自己的玉清神雷，不由大怒，找死！但是菩提祖师并没有理会元始天尊。这时，菩提祖师的手掌抓到了玉清神雷，玉清神雷在菩提祖师掌中炸响。菩提祖师闷哼一声，但是他周身气机并不紊乱。元始天尊此时也是异常震惊，自己引以为傲的玉清神雷就这样被菩提祖师化解了。这时，菩提祖师看着元始天尊，缓缓说道：“现在该轮到我了。”菩提祖师化掌为拳，一拳向元始天尊打去。元始天尊急忙使出神通万朵祥云防御，天空中瞬间被祥云覆盖，金光照耀着整个灵山，无数的祥云将元始天尊包裹。此等防御让人生出一种望而生畏的感觉，但是菩提祖师却没有这种感觉。在我面前玩云彩，你不知道我是云彩的祖宗吗？只见菩提祖师一拳打破万朵祥云，拳头所过之处，无数祥云尽皆破碎，化作无数的金色碎片洒落在大地。天空中向下起了一场金色的大雨，倒是华丽非凡。可是现在的元始天尊并没有心思来观赏这场不同寻常的大雨，因为菩提祖师的拳头已经来到了自己面前。元始天尊见自己的祥云被破，连忙抬手打出一道玉清神光。但是现在菩提祖师这一拳的威力已经达到顶峰，岂是这么容易就能化解？只见菩提祖师一拳打散玉清神光之后，全势不减，直至拳头落在元始天尊的胸膛上。元始天尊顿时被打得倒飞出去。这时，菩提祖师收回拳头，负手而立，众人尽皆震惊。菩提祖师现在都这么强大了吗？玉帝扪心自问，哪怕是身居天庭，三界气运加深的自己，在菩提祖师的这一拳之下，恐怕会被打得连渣都剩不了。准提也是暗自庆幸，幸好自己刚才没有动手，他可不觉得自己会比元始天尊更强。这时元始天尊飞了回来，他眼神阴狠地看着菩提祖师。自他出生以来，一直以盘古正宗自居，修行路上一路顺遂，后来在紫霄宫中获得鸿蒙紫气，力阐教成圣人。他元始天尊何时受过今日之辱？但是今日菩提祖师的这一拳，打破了元始天尊这么多年来的高高在上。菩提祖师这一拳直接将元始天尊打落泥潭。这时元始天尊看着菩提祖师说道：“确实你很强，但是你今天一定会付出代价的。”说着，元始天尊就唤出自己的法宝盘古幡。盘古幡拥有撕裂鸿蒙混沌之威，粉碎诸天时空之力，演绎造化无极之道，统御万法奥义之功，开辟天地寰宇之能，并且能操控天地之威，功法和造化更是三界中最顶尖的。菩提祖师见状也唤出自己的法宝99散破葫芦，等待着元始天尊的攻击。只见元始天尊记起盘古幡，盘古幡轻轻挥动，一道气刃就向菩提祖师飞去。这道气刃散发着混沌的气息，所过之处空间炸裂，其中蕴含着极为恐怖的力量。菩提祖师见状也不再犹豫，记起法宝99散破葫芦向那道气刃砸去，但是结果并不理想，像刚才菩提祖师的拳头穿过万朵祥云，打伤了元始天尊一样，这道气刃也洞穿了99散破葫芦的防御，直奔菩提祖师。菩提祖师连忙运转法力抵抗，但终究为时已晚。那道气刃划破了菩提祖师的手掌，但是划破手掌之后，那道气刃的威能也消耗殆尽，被菩提祖师捏碎在手中。在旁观的众人皆震惊地看着元始天尊与菩提祖师两人斗法，心中暗暗想到：这就是圣人的实力吗？这也太强大了吧！菩提，你能接住我几道气刃呢？元始天尊看着菩提祖师流血的手掌，眼神冰冷地说道。菩提祖师背过那只流血的手，看着元始天尊笑道：你又能发出几道这样威能的气刃呢？显然，菩提祖师不认为元始天尊具有一直催动盘古幡，让其发出这样威能的气刃。这时，天边异象再起，有老者骑着青牛从天空中走来。玉帝看到老者后心惊不已，心中暗骂孙悟空真会闯祸，就因为一只小狐狸引出了5位圣人，现在连老君的真身都来了。要知道，自从道祖以身补天道之后，太清老子就是三界中最强的圣人，而且太清老子作为道祖的首徒，本就德高望重。准提看着老子骑着牛向这边走来，喃喃自语道：这戏是越来越精彩了。见老子到来，元始天尊与菩提祖师也不再交手。老子来到近前，玉帝等人自是连忙参拜。玉帝心想，自己来这里干嘛呀？想自己堂堂玉皇大天尊，多少年来都是别人参拜自己，自己何曾像今天一样见人就拜？但是现在并没有人在乎玉帝。老子看着元始天尊与菩提祖师说道：二位道友何必如此大动干戈？如今大劫将至，我等应该齐心协力，一同度过此番劫难才是。元始天尊一言不发，若非眼前说话之人是他大哥，以他的性子早就对回去了。菩提祖师则是说道：元始他欺人太甚，我今日若是不出手，我这弟子怕是要化作三界的养料了吧？元始天尊闻言冷哼一声，刚要出口反驳，但是被老子制止了。老子看了一眼孙悟空，对菩提祖师说道：元始确实有做的不对的地方，但是道友的这个弟子确实也违反了我等圣人一同制定下的禁令。这明明是元始天尊制定的禁令，怎么是圣人制定的？菩提祖师看着老子问道：若是孙悟空只是违背了元始天尊的禁令，自己说什么也要将孙悟空带走，但如果这条禁令是所有圣人共同制定的，那么今日之事就有些棘手了。毕竟菩提祖师的实力有限，不可能与众位圣人一同作对。老子笑了笑，对菩提祖师说道：确实是我等圣人一同制定的，道友若是不信，可问问女娲道友，她也参与了。菩提祖师闻言向女娲看去，见女娲面色凝重的点了点头。菩提祖师知道这事是真的，并不是老子为了偏袒元始而故意编造。可是就算是我这弟子有错，那也是佛门有错在先，元始不问是非，将他打成这样也说不过去吧。菩提祖师知道孙悟空纵然是被迫出手，但是确实有错。老子闻言说道：吾有规矩，不成方圆。孙悟空的伤我会治好，但是他必须受到惩罚。菩提祖师闻言
看向老子说道：“那道友要如何处置我这弟子？”老子闻言看了看四周，说道：“关于对孙悟空的惩罚，需要我等圣人共同商议决定。恰好有事与各位道友商议，不如我们一同到兜率宫商议如何？”菩提祖师想了想，点了点头，飞身来到女娲旁边。这时老子说道：“既然这样，各位道友就随我一同去兜率宫坐坐吧。”众圣自然答应，跟着老子向兜率宫飞去。菩提祖师和女娲也带着孙悟空一同前去。兜率宫内，孙悟空的伤势已经被老子治好，现在他站在菩提祖师身后。菩提祖师与几位圣人坐在兜率宫内的蒲团上，但是现在他们并没有处理孙悟空的意思。这时老子说道：“想必各位道友已经知道天外邪魔是一个种族的事情了吧？”众圣闻言尽皆沉默。当年有天外邪魔救走鲲鹏之时，他们就已经有了这个猜测。后来孙悟空与杨戬在孤山之上遇到的天外邪魔冥王，更是将这件事证实。知道归知道，但是现在的三界拿什么去与天外邪魔对战？道祖身死，天道沉睡。老子看着沉默的众圣说道：“各位，该来的总会来的，那些邪魔可不会管我们是否有能力与之对敌。”菩提祖师说道：“道友既然今日叫我等来此，肯定是有所谋划，道友何不说出来与我等商议一番呢？”菩提祖师知道，老子既然提出了这件事，那么他一定有与之对应的方法，不然一向崇尚无为的老子是不会开口提出这件事的。众圣的目光都聚集在老子身上。老子缓缓说道：“按照老夫的猜测，天外邪魔虽然是一个种族，但是像以前那样强大的邪魔并不多。但是这句话并没有给其他圣人带来希望，他们几人的实力联手或许能对付一个强大的邪魔，但是天外邪魔不可能只有一个那样的存在。现在天外还封印着2个那样的邪魔呢，这么多年都没办法杀死他。”这时老子继续开口说道：“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他们并没有直接进入三界的通道，他们是从天外的一道裂痕中出来，然后再从天外进入三界的。现在我们已经找到了那道裂痕，接引与通天正守在那里。”众人闻言皆惊，这么说天外邪魔不是来自天外？这时菩提祖师说道：“既然如此，我们该从根源解决问题，想办法将那道裂痕给补上。”老子闻言点了点头说道：“我此番来此，就是想请女娲道友前往天外，试试能不能补上那道裂痕。”众人闻言也不惊讶，毕竟当年女娲是补过天的，在这方面确实要比他们强一些。女娲也点了点头，算是答应了这件事。老子继续说道：“现在已经有一些邪魔从那道裂痕中逃了出来，游荡在天外，他们想破开道祖留下的封印，放出那2尊魔头。”说到这里，老子看了准提与菩提祖师一眼，说道：“请2位道友与我一同去天外，守住三界门户，莫要让那些邪魔得逞。”菩提祖师与准提自然答应，毕竟这是事关三界存亡的大事，容不得有半点差池。最后，老子对元始天尊说道：“你负责坐镇三界，防止有魔头趁机坏我等根基。”元始天尊一时答应。现在天魔的事处理完了，众圣的目光全都聚集在了孙悟空身上。女娲说道：“悟空有错，我替他受了。”其实女娲心里对孙悟空还是有些亏欠的，毕竟孙悟空是自己创造出来的生命，孙悟空就像是他的孩子一样。这些年来，他对孙悟空不管不问。虽然道祖曾经让圣人不得干涉三界之事，但是他还是觉得自己不对。可是孙悟空不这么想啊，女娲给了他生命，又多次救他性命，他不想让女娲替他受罚。况且以孙悟空的性格，向来是一人做事一人担。孙悟空向老子说道：“俺老孙做错事，要打要罚，悉听尊便，与他人无关。”女娲眼神复杂的看着孙悟空，一时间也不知道说什么好。老子看着孙悟空，想了想说道：“你就与女娲道友一同去天外裂痕处，罚你守在那里500年，你可服气？”孙悟空点了点头，甘愿受罚。菩提祖师对这个惩罚也没有异议，毕竟孙悟空违背了规矩，受罚也是应该的。孙悟空也知道自己有错，他之所以与元始天尊争斗，其实是看不惯元始天尊高高在上的态度罢了。况且元始天尊在他突破准圣之时就为难于他，在兜率宫外折辱于他，他自然是看不惯元始天尊的。违背禁令，孙悟空认错认罚，但是若是元始天尊要罚他，孙悟空肯定不认。孙悟空跟着菩提祖师离开兜率宫，你现在有什么打算呢？马上要去天外了，若是有什么未了之事，最好现在就了结了吧。菩提祖师看着孙悟空说道，毕竟孙悟空这一去就是500年，一时半会儿是回不了三界了。孙悟空想了想说道，祖师，我想先去一趟北俱泸州，回来之时再去花果山看看，然后再去天外。菩提祖师说道，你去吧，为师在方寸山等你，到时候一同前往天外。孙悟空与菩提祖师告别过后，唤出混沌钟，混沌钟化作志同模样与菩提祖师见礼。孙悟空叫他拿出人种袋，放出清欢，清欢刚从人种袋内出来，就扑到孙悟空身上，梨花带雨的抱着孙悟空，也不说话，只是抱着孙悟空。孙悟空被清欢突如其来的举动搞得措手不及，一时间竟然愣在了那里。一旁的菩提祖师脸上带着笑意，独自一人向方寸山飞去。年轻人互相倾诉爱意，他这个老家伙就不在这里打搅了。这时，孙悟空也抱住了怀中的清欢。过了一会儿，孙悟空感觉到似乎有点不对劲，抬头看去，发现混沌中变化的智童正瞪着大眼睛看着他与清欢，那双单纯的大眼睛里充满了好奇，就那样一眨不眨的看着他们。孙悟空用手拍了拍清欢的背，说道：“没事了。”清欢泪眼婆娑的看着孙悟空说道：“大圣，是我连累你了。”虽然清欢一直在人种袋中，但是他也能听到外界的声音，所以孙悟空被罚往天外500年的事情，他自然也是知道。孙悟空放开了清欢，清欢这时也发现了混沌中正在看着他们，也是面颊通红的松开了紧紧抱着孙悟空的双手。孙悟空说道：“佛门本就与我有仇，与之争斗不过是早晚之事，你也不必太过自责。”清欢点了点头，他知道这是孙悟空在安慰自己，但是现在自己若是在这件事上一直纠缠下去，反而会让孙悟空担心自己心里会有负担。大圣，我能与你一同前往天外吗？清欢突然向孙悟空问道。经历着这次的事情，清欢不想与孙悟空分开了，他想一直待在孙悟空身边。孙悟空毫不犹豫地说道：“不行，天外太危险了。”
我不怕。清欢亦是斩钉截铁地说道。孙悟空见清欢如此决绝，犹豫了一下，但最后还是拒绝了。毕竟天外太过凶险，自己一人前去都有极大的风险。清欢也知道自己的修为太低，跟着孙悟空只会成为他的累赘，也不再强求，心中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好好修行，不要成为孙悟空的累赘。就这样，孙悟空带着清欢向北俱泸州赶去。路上，清欢不像以往那样围在孙悟空的身边叽叽喳喳地说着话，一反常态的沉默寡言。孙悟空知道清欢还在为连累了自己的事情自责，但他也不知道怎么安慰清欢。毕竟对于孙悟空来说，安慰女人比打死一个准圣强者都难。清欢，祖师也要去天外，以后你就待在北俱泸州吧。孙悟空的想法其实很简单，自己要和菩提祖师去往天外。清欢不管是留在花果山还是方寸山都没人照顾，这次的事情很可能还会发生。而留在北俱泸州的话，则是在妖族的大本营，有白泽这位准圣后期强者坐镇，相信寻常准圣不敢来这里闹事。清欢点了点头答应了。孙悟空见清欢答应后也不再多言，就这样，他们一路无言地向北俱泸州的妖族大本营飞去。此时的北俱泸州妖族，自从妖族从积雷山搬到北俱泸州之后，有圣人女娲的庇护，倒也没有那个不开眼的前来招惹妖族。近100年来，妖族一直在默默发展。鹏魔王现在也突破到了准圣中期，牛魔王和狮驼王也修炼到了准圣初期的瓶颈。值得一提的是，妖族搬到北俱泸州后，又有2个大罗巅峰的妖王突破到了准圣境界，一个是一头青狼，名叫月齿，另一个则是年老的老狐王。这日，处理完妖族事务的老狐王来找鹏魔王喝茶，当然也少不了狮驼王这个二货。鹏魔王说道：“也不知道老七现在怎么样了，都100年不曾有他的消息了。”老狐王闻言亦是露出思念之意，自己的闺女清欢也是100年不曾前来看望自己了啊。这时狮驼王说道：“说不定老七跟清欢一块去生小猴子了呢。”鹏魔王想给这憨货一脚踹出去，就老七的那脑子，能想得到这事吗？要说在正常情况下，100个狮驼王都没有一个孙悟空聪明，但是在男女之事上，孙悟空还真不一定能比得上狮驼王。好歹狮驼王捉憨货还知道找母狮子，可孙悟空当年在天庭做出的事真是一言难尽啊！要不是了解孙悟空，鹏魔王都以为孙悟空有什么特殊爱好呢。要不然哪个正常男人能定住7个如花似玉的仙女之后跑去摘桃子吃啊？恐怕孙悟空是3界中唯一一个这样做的，基本上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面基本也不会有什么来者。毕竟像孙悟空这么头铁的猴子还是不多见的。老狐王听着狮驼王与鹏魔王的打趣，心中不由想到，若是孙悟空真的与清欢去生小猴子倒好了，自己也能抱上孙子，到时候就能名正言顺的叫孙悟空一声女婿，当齐天大圣的老丈人。老狐王还是很愿意的。这时孙悟空带着清欢凭空出现在他们面前，又在说什么我的坏话啊？孙悟空看着狮驼王笑道。狮驼王现在也学聪明了，知道自己实话实说会挨打，于是指了指鹏魔王说道：“三哥说他有点想你了。”但是狮驼王高估了他与鹏魔王之间的兄弟情分。鹏魔王指着狮驼王说道：“老四说你和清欢这100年去生小猴子了。”清欢闻言顿时羞红了耳根，低着头不知所措。孙悟空则是恶狠狠地盯着狮驼王说道：“四哥，这100年不见，是不是有点想金箍棒了？”狮驼王闻言顿时蔫了，现在的孙悟空给他一种深不可测的感觉，而自己才是准圣初期，恐怕扛不住孙悟空的一棒子了。这时白泽也来到了这里，他看着孙悟空笑道：“好小子，多年不见，修为比我都高了。”孙悟空笑了笑说道：“这样才不会辜负白泽前辈的期望呢。”这时混沌中也察觉到了白泽的气息，立刻化作志同模样。“白泽，你还认识我吗？”白泽顿时愣在了那里，看着眼前的志同说道：“您是混沌中？”混沌中点了点头问道：“东皇他真的死了吗？”白泽闻言看向孙悟空，眼神中流露出些许疑惑。作为东皇太一的半生法宝，混沌中怎么可能察觉不到东皇已经死了呢？孙悟空说道：“其实他已经察觉到了，只是他自己不想承认罢了。”白泽闻言陷入了沉默，他知道混沌中对东皇的感情，也能理解混沌中为什么不愿意承认，但是他今天必须要让混沌中认清这个现实，东皇太一已经死了的现实，并不是白泽残忍要戳破混沌中最后的幻想，而是现在的妖族真的很需要混沌中，而且守护好妖族就是对东皇太一最后的尽忠。见白泽久久不语，混沌中自然已经知道了答案。志同模样的他顿时瘫坐在地，泪流满面，但是志同模样的他并没有哭出声，真正验证了那句大悲无声。白泽对着混沌中说道：“我能和您单独说一会儿话吗？”混沌中没有回应他，双目无神地坐在那里流泪。白泽见状也不再询问，大袖一挥便带着混沌中离开。此时的混沌中也没有反抗，不然的话白泽一个准圣后期还带不走他。孙悟空等人就静静地盯着白泽。过了很久，白泽和混沌中出来了，混沌中看起来依旧很失落，他走到孙悟空面前说道：“猴子，我以后就跟着你。”说完也不等孙悟空回答，就变回混沌中本体，化作一道流光飞入孙悟空怀中。孙悟空疑惑地看着白泽说道：“其实现在的妖族比我更需要混沌中，毕竟女娲也要去天外，妖族失去离开女娲的庇护，又没有顶尖的强者，仅凭一个准圣后期的白泽怕是不够。”白泽看着孙悟空说道：“混沌中在你手上才能发挥它的价值。”见孙悟空还是犹豫，白泽继续开口说道：“放心吧，有我在，妖族这边不会有事的。”孙悟空想了想，反正元始天尊有准圣不得出手的禁令，想来妖族应该也不会遇到太大的危险。3界中真正能威胁到妖族的势力，也只有天庭和灵山，想来他们也不会冒着得罪元始天尊的风险来对付对他们毫无威胁的妖族。想到这里，孙悟空便心安理得地收下了混沌中。我大哥去那里，俺老孙都来了这么长时间了，都没见到他的影子。孙悟空突然发现自己来了这么长时间都没见到牛魔王，这不符合牛魔王的性子了。以往自己一到积雷山，牛魔王就会出现的啊。狮驼王笑道：“这不是三哥突破准圣后期给他刺激到了吗？他也去闭关冲击准圣后期了。”孙悟空闻言点了点头说道：“既然这样，那我就先走了。”
这么急吗？鹏魔王问道。孙悟空点了点头，说道：“俺老孙现在是戴罪之身，祖师还等着我一起去天外，不好叫他老人家好等。”鹏魔王闻言也不再强求，只是对孙悟空说道：“去了天外记得小心行事。”狮驼王也在一边附和道：“虽然老七你总是揍我，你的实力确实很强，但是在天外一定要小心啊！要是受到欺负了就来叫我们。单挑虽然我有点弱，但我群殴可是一把好手。”孙悟空点了点头，笑着说道：“放心吧，俺老孙一身本事，哪里去不得？”白泽说道：“去吧，妖族这边我会守好的。”这时清欢站出来说道：“我去送送大圣吧。”孙悟空点了点头，与清欢向外走去。这时太阳已经落下山了，夜幕也缓缓降临。孙悟空与清欢也走到了山门外。孙悟空看着清欢说道：“放心吧，等我回来我就……你就什么？”清欢睁着大眼睛对孙悟空问道。孙悟空很紧张，哪怕他当年大闹天宫，被压在五指山下，甚至他当初差点被如来打死时都没这么紧张。清欢歪着头，睁着他那双足以迷死人的大眼睛看着孙悟空，静静地等待着孙悟空接下来的话。这时孙悟空大声说道：“等我回来我就娶你。”说出这句话，用尽了他大闹天宫之时的豪气，耗尽了他孤身镇灵山之时的霸气。而听到这句话的清欢顿时笑颜如花，眼角的泪如同花瓣上的露珠一样流下。他在笑着流泪，他笑弯了腰，他泪流不止。终于他抬起头对着孙悟空说道：“大圣，我等这句话等了100多年了。从第一次在积雷山见到你，我就知道你是那浩瀚银河中独属于我的那颗星辰。我知道大圣身上背负的很多，这么多年来一直不想连累我。”这时清欢大声喊道：“大圣！”对清欢来说，和你在一起的清欢非常幸福，清欢愿意等你，一直会等你。这时山门内传来一道声音：“老七，我也愿意等你，一直等你。”山门内顿时传来一阵大笑，清欢顿时羞红了脸，钻进了孙悟空怀里。狮驼王、鹏魔王、白泽相继走出山门，笑着对孙悟空竖起大拇指。山门内，老狐王独自一人默默擦着眼角的泪水，但他的脸上也满是笑意。山门外，众人调笑一番后，孙悟空依依不舍地告别了清欢，化作红光消失在了夜色中。白泽等人也回去了，清欢独自一人站在山门处，望着孙悟空离去的方向，怔怔出神。抬头见碧露，月色清明，凉风习习，吹动他单薄的身躯。当清冷的月色照在他那双绝美的眸子上时，竟隐隐有水雾浮现。他怔怔地望着月亮：“大圣啊，你一定要早点回来，莫叫我望穿了那秋水，想断了这柔肠啊！”孙悟空离开北距泸州之后，一路疾行飞向花果山。来到花果山，告知马元帅自己要去往天外500年后，叫他以后遇到事情就去武装观找镇元子。马元帅自然是信誓旦旦地保证守好花果山。处理完这些事后，孙悟空又马不停蹄地赶往方寸山。他化作红光向方寸山飞去，但是半路上他被2个人拦了下来。孙悟空连忙上前参拜，见过女娲娘娘，见过孔夫子。来人正是女娲以及人族孔夫子。女娲看着孙悟空说道：“孩子，苦了你了。”孙悟空抬头咧嘴一笑说道：“不苦，能和女娲娘娘一同在天外并肩作战，俺老孙求都求不来呢。”女娲被分配的是去天外想办法弥补裂痕，孙悟空则是要去守护裂痕，刚好与女娲在一起。女娲摇了摇头，孙悟空不曾去过天外，并不知道天外的凶险。要知道圣人之下很难在天外独自生存下来。不过好在这回孙悟空被发配的地方正好与他在一起，有自己的照顾，只要不出现什么太大的意外，孙悟空必然安然无恙地度过这500年。对于他们这样的修行之人来说，500年不过是弹指一挥间罢了。这时站在女娲旁边的孔夫子说道：“小友，我们又见面了。”孙悟空亦是拱手说道：“我替清欢谢过夫子传道之恩。”孔夫子摆了摆手说道：“那是那个小女娲的缘法，不用谢我。今日来此是有一句话送给小友。”孙悟空恭敬地说道：“请夫子指教。”这时孔夫子看向女娲，见女娲点了点头，这才转头看着孙悟空正色说道：“小友且记好了，我今日便赠你一句话吧。”